发量稀少的顾客怎样剪一款 bob？这同样是一款短发，但是我是借助了剪 bob 的方式来修剪后区。下区选择三角轻堆积，修剪的长度3到4公分。在修剪的同时要注意，转角区以内我们随头行走，走到转角线，我们的手位一定要契合头皮进行修剪。手位要在转角线的内侧向里去扣，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头发更契合我们的皮肤。上区逐渐延伸下区裁剪的角度，选择堆积的角度在60度左右。越是轻盈的堆积，越是在稀少的发量基础之上，可以产生柔和、自然、饱满的一个动态效果。两侧夹住耳朵，先与后区定好一个长度，再用圆形层次向后去收剪。那么注意的是，在这里手位是定点在我们的脸基线，这样是为了保留耳上点的长度。因为发量稀少的顾客，我们如果把耳朵的这区域剪空开，那么耳上点一定会空缺一块距离。同时在修剪稀少的顾客，特别细软的发质，我们要了解到，就是在建立层次的时候，越是低层次，越会造成我们的结构会非常的服帖。同时稀少的顾客是没有修饰的空间，所以在裁剪的同时，一定要用纯结构去建立柔和的精致的质感，还要保证我们的层次的过渡。反手边在修剪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人站在我们的转角线以外，保证我们的发片酥热均匀。为了更好的对称，我们可以先剪好我们的底线，再去进行修剪。到了上区的时候，我们在裁剪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能跟下区划分线一样，我们要垂直划分进行裁剪。这是为了在足有量的情况下，垂直划分可以更好的去减少头围的宽度。与此同时，要延伸这个切口往上去进行修剪。切记千万不要向后去提拉，这样否则会造成我们的耳后发量的淤积。而在我们的沙龙现场，面临发量偏少的顾客，那么切记在剪两侧的时候，我们要剪柔和为主，整个还原性结构会更高。头顶区域我们根据后区的长度来做连接，随头行进一圈去裁剪，同时以后区纵向去划分，延伸到前区的修剪，向后去轻拉。这样是为了保留前区顶区的发量的厚度，同时要注意，我们是提拉的角度是垂直于转角线，保留一个轻堆积的结果。前区我们的设定刘海的长度在我们的鼻中，利用垂直头皮进行提拉，这样吹干之后，一个非常厚实又自然的一个精致的短发就呈现出来了。那么就要问大家，你在沙龙当中能不能用纯结构剪出这么柔和的短发？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记点个赞哦。